老公假死后，我立马联系了火葬场将老公送去，只因前世公司破产后丈夫自杀了，巨大的噩耗压垮了公公婆婆，我不得已辞职接手这烂摊子。3年内，我在医院和公司两边倒，白天呕心沥血的跑业务，晚上就勤勤恳恳的和护工一起照顾中风的公公婆婆。终于，公司起死回生。后来，公公婆婆不贪了，自杀的丈夫也意外苏醒。我以为一切都越来越好时，却意外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儿啊，本想让你假死后回老家避避风头，没想到这个不下蛋的母鸡还真把公司给搞起来了。你过2天就把萍萍和我的乖孙都接来城里吧，她才是个有福气的，给我们家生了个金孙。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我的大脑，我顾不上思考，冲进房间想跟他们对峙，却被他们联手杀害。我被残忍分尸，掩埋在人迹罕见的大山。再睁眼，我回到丈夫自杀当天。一方，你在学校吗？快回家吧，耗子他吞安眠药自杀了。或许是我的怨恨太过浓烈，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这辈子我会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不是喜欢装死吗？那就干脆不要活了。一方，你在听吗？婆婆见我许久没有回话，焦急地喊着我：妈，你放心，我现在就回家。我抽回思绪，装作慌乱无措的样子回了句：好，你快回来吧。挂了电话，我将手机揣进兜里，慢慢地走回家。等我不慌不忙赶到家中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客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具被白布盖上的尸体，公公婆婆两人在旁边畏畏缩缩的，不时抹着眼泪。讨债的人围成一群，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见到我出现，婆婆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冲着我喊道：一方，你怎么才来啊？我忽略了大家看向我的目光，暗暗掐了下自己的大腿心，眼眶瞬间通红，然后飞扑到了尸体边，嗷了一嗓子：耗子！声音悲凄，任谁看了都知道我只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可怜女子。公公见债务人满脸黑线，赶紧将我拉了起来，推搡到前面。我儿媳回来了，她能还钱。债务人看着一副失了魂的我，不屑地嗤笑出声：老头，你说你有办法能还债，让我等这么久，最后等来的却是你儿媳。就我所知，你儿媳不过是个小学老师吧？你儿子不作为，吓破了胆自己寻死觅活，现在反倒让你儿媳妇还钱，真是不当人啊！公公被他这番话说得脸青一阵白一阵的，我这时才后知后觉起来，问了句：爸妈，到底咋回事？他们是谁？还有耗子他为什么会自杀？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婆婆梗着脖子应了句：公司出了点问题，耗子他承受不住，吞了安眠药。说完，婆婆赤红着眼，似乎是觉得儿子死了有理。她叉着腰站在债务人面前，指着身后的白布，厉声道：你们都把我儿子害死了，现在还想逼死我们2个老人吗？有没有一点良心？我要报警抓你们！听到婆婆的威胁，债务人嘴角勾起，丝毫不怂。你儿子有良心，一死百了。我手底下那么多人不用活了，就你儿子的命是命，别人一家子的命不是命。前世我回来的早，还拿出了一张50万的卡勉强应付，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还钱，才好说歹说将他们送走。这一世我只是个刚刚丧偶、吓破了胆的小媳妇，能做些什么呢？公公婆婆见讨债的人软硬不吃，两人飞快对视一眼，然后齐刷刷晕倒过去。这般架势倒是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我没有戳破他们，而是顺势配合起来，哭喊了一声：爸妈，你们怎么了？我着急忙慌的想将两人送去医院，却被讨债的人留下。今天不给个说法，你们不能走。他们丝毫不担心这两人出什么事，干这行这么多年了，要是这种拙劣的演技都看不出来的话，也不用混了。我无奈的咬咬牙，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家里还有些值钱的东西，你们搬了吧，先抵一部分，行吗？怕他们不同意，我又贴心的提醒道：书房里爸和耗子之前拍了不少值钱的藏品，还有一些字画瓷器类的，也很名贵的。我看着晕倒在地的爸爸，抽了抽嘴角。那些东西是他平日再宝贝不过的，想来他们是想先让我回来拖住一段时间，好转移自己的心爱之物。不过现在他的如意算盘却是被我打翻了。债务人打量了一下装潢富贵的别墅，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的提议。我松了一口气，赶忙将公公婆婆给送到了医院。不得不夸一下，他们虽然老了，但是头脑还算灵活，倒是有能耐，买通了医生合伙来骗我。所以当我坐在病床上泪眼婆娑地看着公婆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快步走了进来，面色严肃：你的公婆他们是中风了，症状不算严重，但不能再受刺激和劳累了。前世公公婆婆就是借此来彻底躺平，除了料理李浩的后事外，剩下安抚债务人、撑起公司的担子都压到了我一人身上。他们把李浩送回老家避难，自己同时也在医院享受着我的悉心照料，而我被他们蒙在鼓里，像头勤恳的老黄牛，被压榨到极致。不过这辈子我可不会犯蠢了。医生走进病房后，公婆才慢悠悠地醒了过来，他们一副对不起我的样子，尤其是婆婆，红着眼握住我的手，声音里满是愧疚和自责：一方啊，我和你爸是个没用的，居然在这个时候倒下了。耗子死了，这个家就只能靠你了。他抹了抹眼泪，不过你放心，一方，我会联系人将耗子送回老家的。他生前被那群要债的逼得不安稳，死后总得入土为安吧。只是公司那边还是得你出马了。我记得你大学的专业好像就是管理吧？唉，苦了你了。婆婆说的情真意切，好似处处在为我着想。不过听到死这个字眼后，我有些应激，嘴里不住的喃喃：不可能，
耗子不可能死了，他昨天还好好的。公公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塞到我手上。这是耗子的死亡证明。一方，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我和你妈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接受，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怔怔地看着那死亡证明，确实真的。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到的，但我还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起来。紧接着，我强压住勾起的嘴角，对上公公婆婆的视线，声音异常的坚定：爸妈，你放心，公司的事就交给我吧，家里那些东西应该够撑一段时间的了。你们俩现在既然中风了，就听医生的，好好休息。耗子的后事交给外人，我也不放心，还是我亲手来操办吧，保证让他完整的入土为安。公婆听了我说的话，面色一喜，以为像从前一样将我拿捏住了，忙不迭的点头说好。好孩子，有你是耗子的福气。出了医院后，我迫不及待的就拨打了火葬场的电话。喂，火葬场吗？我家钱，现在能帮我烧个人吗？10分钟后，在超能力的加持下，火葬场马上安排了车过来我家拉人。此时的别墅已经被搬空的差不多了，空荡荡的客厅中，李浩的尸体被白布盖着，显得十分凄凉。活人我不怕，死人我也不怕，更别说现在像他这种半死半活的状态了。我大着胆子走到他旁边，默默地摸了摸他的脖颈，也不知道他们哪搞来的假死药，效果确实不错。李浩现在虽然没有了心跳，但身子却还是软的，不像真的死人尸体那般僵硬。我也跟着去了火葬场。女士，请出示一下你丈夫的死亡证明。我从衣上的口袋拿了出来，工作人员过目了一下后，开始向我推荐不同档次的火化炉。哪个烧得快一些？工作人员愣了愣，好似是头一次听说挑火化炉是看烧得快不快的，但他还是诚实的回答道：是至尊炉，烧得又快又好，40分钟完事。我微微颔首，就这个了。见是个大单，工作人员的态度都热情了不少。我和李浩是相亲认识的，一开始李家不过只是个小公司，规模并不大。公公婆婆也是看中了我是个当老师的，安稳又轻松，所以欢欢喜喜的让李浩娶了我。头2年我们也确实过了段蜜里调油的日子，不过后面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后，他们一家子的态度对我也就冷了许多。李浩也开始频繁出差，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直到后来我被他们一家当成吸血虫，李浩出轨，还大言不惭的想让小三上位和我离婚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婚姻竟然这么失败，大半的青春都耗费在这样一个不值当的男人身上了。好在现在他的生死被我捏在手中，既然他有假死的本事，就别怪我这个不知情的可怜妻子为响应国家号召将他火化。他最好保佑这个假死药不会在火化时失效，不然醒来发现自己身处熊熊烈火中，那该有多绝望。想想还是挺大快人心的。女士，需要和你丈夫最后做个告别吗？工作人员调好了机器，礼貌地过来询问我，我立马换了副表情，哽咽地捂着脸说不用，我怕我再次看见他会舍不得。工作人员表示理解，随即按下了机器传送带的按钮。我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包裹着李浩的火葬棺缓缓进去至尊炉里。从身后心口一直悬着的石头，现在终于落下了。炉门关闭，噼里啪啦，至尊炉干的热火朝天。40分钟后，炉门打开，我迫不及待地去捡骨灰，连旁边一些碎的小骨渣都不放过，说好让李浩完整的回去，那怎么能少呢？等到工作人员将骨灰盒交到我手中时，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然后好似浑身都轻快了不少。捧着骨灰盒，我当晚就约了辆车前往李浩老家，中途还接到了婆婆的电话。一方啊，你现在怎么样了？我笑了笑，妈，我找了辆车，已经快到了。婆婆松了口气，絮絮叨叨地开始交代。那就好，你送完耗子就快回来吧，公司现在还需要你呢。耗子的后事交给他爷奶负责就行，老一辈的人还是很有讲究的。我应了声好，随即挂了电话。看来李老爷子也是知情者。我眯着眼睛晃了晃手中的骨灰盒，嘴角微微勾起，只是不知道他在得知自己的乖孙已经变成一捧白灰的时候会怎么想呢？天色渐亮，太阳高高挂起时，我终于到了李家村。下了车，给司机结了账，嘱咐好让他晚上再过来接我回城。我又用一块丝巾给骨灰盒包了起来，提在手上。没有问路，我就找到了李浩他爷奶的家。毕竟之前就听说李老爷子是个小地主，家里有点资产，是村里唯一的青砖大瓦房。我提着骨灰跨过门槛进门时，才发现李家现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看上去都是周边的亲戚邻居啥的。院子里也铺开了7、8张桌子，大家都坐着谈笑。李老爷子本来就在里屋口四处张望，见我出现，眼睛瞬间一亮，匆匆向我走过来。是孙媳妇吧？他亲切地唤着我，然后看到我身边空无一物，只提着一个东西，皱了皱眉。旁边有个婶子倒是有眼力见，先是夸了我一句孝顺。哎呦，耗子他媳妇，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呀？是从城里带回来的。真是有心了。李老爷子拧眉斥责了我一下，瞎买什么礼品？我和你奶又不需要这些。耗子呢？你不是送耗子回来的吗？我顺从地从包里拿出李浩的黑白遗照，然后指了指放在一旁被丝巾包起来的骨灰盒。这就是耗子啊！遗照还是火葬场的员工免费送的，毕竟使用的是至尊炉套餐。本来还坐着说笑的众人一下子静默了，齐刷刷地朝那个骨灰盒看去。我假装看不见他们脸上的吃惊，扫视了一下四周，状似惊喜地开口：哎呦，还是老爷子你想的周到，席面准备的可真全乎。不过是不是还少了些什么？算了，你先把耗子的遗照给挂起来吧，然后我再去买些花圈，过会再去镇上把吹唢呐的人找来吧，让大家伙们都热闹热闹。听了我说的话，李老爷子先是不可置信，
然后慌忙地将丝巾扯开，里面赫然是一个骨灰盒。有人听见了我说的话，不免有些疑惑：怎么回事？李老爷子不是说今天他儿子就从城里回来了，让我们给他接风洗尘吗？怎么现在变成丧事了？看到骨灰盒，李老爷子一下子受了刺激，差点闭过气去。70好几的人了，没想到自己会白发人送黑发人。此时他也顾不得旁边有人，红着眼质问我：这不是耗子，耗子呢？你把我孙子还给我！儿子和儿媳跟他商量的明明就是把假死的耗子送回来，等到效果了，耗子还是好好的。谁能想到他见到的不是耗子的尸体，而是一步到位的骨灰盒。我吓得后退了2步，不明所以。爷，爸妈没跟你说吗？耗子死了，那我送去火葬场也是很合理的吧？李老爷子已经气急攻心了。谁说的？耗子根本没死，你凭什么给他送到火葬场？我要的是完整的耗子，不是这个盒子。你赔我孙子！我摊了摊手，拿出那张死亡证明，劝他接受现实。爷，耗子已经死了，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哎呀，耗子还是全乎的，他骨灰是我亲自捡的，一个渣渣都没放过呢，全在这里面了。我越是认真的解释，李老爷子就越生气，最后拿着拐杖指着我：你！断断续续的叫好几声，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一个人直接啪一下坐在了地上，抱着那骨灰盒，像是失了魂。周围的亲戚都意识到不对劲，借口离开了。我家还有事，我先走了。我家也是，儿子刚刚打电话说猪要生崽了，我不回去不行。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那个承包席面的婶子才走到李老爷子身边。这是你看，后厨的吃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要不直接把你孙子的丧事办了吧，还能回点礼。李老爷子眼睛冒火：滚！我孙子没死。那婶子见李老爷子不识好歹，啐了他一口：哼，还嘚瑟个什么劲呢？每天吹嘘你孙子是个大老板，有大老板怎么就住在一个小破盒子里啊？我好心办你，你不愿意，反正这席面的钱我是不会退的，菜都准备好了。那婶子骂完，叉着腰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人都走了，我也没留下，搭车回了城。等我再次回到别墅时，就看到公公婆婆站在客厅，脸阴沉的都能滴出沫来。看来是李老爷子给他们打电话了。我假装看不出他们脸上的悲痛，只是吃惊道：呀，爸妈，你们中风好了，直接出院了。公公黑着脸冲过来，就要给我一巴掌，被我避开了。爸，你这是做什么？婆婆在一旁呜呜咽咽的哭着，看向我的眼神像是看仇人一般，怨毒的很。做什么？当然是打你这个害死我儿子的凶手！我不是说让你把耗子的尸体完整的送回老家安葬吗？你为什么自己做主给火化了？公公自从李家发迹后，一直都是个体面温和的小老头，今天倒是我第一次见他急眼。我无辜的嘟了嘟嘴：爸，现在这天气热，不火化怎么行？不是你和妈跟我说耗子吞药自杀了吗？怎么变成我害死的了？难道耗子没死？婆婆见我装模作样，抹了把眼泪就想上来掐我，也顾不得要坑我的计划，直接全盘托出。耗子本来就没死，他只是吃了假药，过几天就会醒。你却直接将他送进火葬场了，我的儿啊，就这么变成了一捧灰。你陪我儿子。可怜这2个岁数加在一起过百的2人，此时此刻抱在一起，哭得老泪纵横。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耗子死了？我逼问。反正我不管，你们告诉我他死了，还给了我死亡证明，那我送去火化也是很合理的吧？我又不知道他没死，我还给你们的儿子用的至尊炉类，就怕烧得不干净。听了我的话，公公一下子气急攻心，吐了口血。是啊，这件事发展成这样，可以说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我身为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只是按照他们所说的做了，不过多加了一个火化的步骤罢了。难道还能怪我吗？婆婆本来心脏就不太好，赶忙从衣兜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吃了2粒。她抓着我的衣裳，拿出手机就要报警。我要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你。你害死了我儿子，我要让你偿命。我也不装了，讥讽道：那你去报警啊，要不要我来帮你打110？你们费了好一番功夫吧，搞来假死药，买通医生开死亡证明，看看到时候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们？公公急了，将婆婆的手机给甩开。不能报警啊，老婆子，儿子已经没了，你还想我和你一起去蹲大牢？婆婆见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也知道理在我这边，她又开始抽泣了，眼睛里没了光彩。那怎么办？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儿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点破了他：你儿子的死，难道不是你们活该吗？做这么一出好戏，估计就是想让我无偿给你们家还债吧，自己却把儿子送回乡下享福，想的倒是挺美。
我想起前世的自己，辛辛苦苦为他们李家当了3年牛马，那3年里我一刻也不敢停歇，5000万的高额债务就像在我头顶悬了一把剑，只怕一个不慎我就被刺穿。我几乎是憋了一口气，医院公司两边跑，当时公司里的人都喊我拼命三娘，就是因为我身为老板却还卷生卷死。好不容易等到债务还完了，公司有起色了，我也被榨干了，他们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带来的一切，瓜分利益。我现在都记得他们将刀刺向我身体的瞬间，鲜血涌出，我眼里满是不可置信。可公公婆婆只是无所谓地笑着，然后将我分尸成碎块，深埋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度的人，相反，我很记仇，先给点希望，最后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沼里苦苦挣扎。对我而言，这才是复仇。我的话刺激到了他们，公公婆婆都耷拉着脸，一言不发。这债吗？我自然是要还的，前提是你们得安分点，不然到时候被要债的追着砍的话，可就别怪我了。你们也不想下半辈子东躲西藏的吧？我敲打了一下他们，婆婆顾及着公公，没再闹着报警了，只是默默地扯了扯我的衣袖，啜泣道：一方，能送我去医院不？我好像真中风了。我将公公婆婆送去医院后，就径直去了公司。由于我这2年我很少来公司，平日里给丈夫送饭也是让家里的保姆送过去，所以里面剩下的几个员工没能认出我。我环顾了1周，然后默默退了出去。还债自然不是我还，李家不是还剩了这栋大楼吗？前世他们硬是要让李浩假死蒙骗我，也不愿意卖楼，其实心底就是抱着东山再起的幻想。后来也确实被我做成了，不过这一辈子卖不卖楼已经由不得他们了。我找了个律师，麻利的给李家申请了破产清算，最后卖完这栋楼加上别墅还完债，钱还大概剩了100万。虽然我目前是丧偶，但李浩死了是事实，嫁给他这么多年，我总不能什么都捞不到吧。于是我来到了医院，和眼歪嘴斜的公公婆婆开始商量。这钱呢，为了弥补我这么些年的青春，我就拿1半，剩下的1半就留给你们吧。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就说出来。两人看着我，情绪有些激烈，张着嘴却除了吱呀也说不出其他的话。我笑眯眯地说：既然没说话，那看来你们就是同意了。不要这样子看我，不卖楼，你们难道还指望烧了你儿子的我给你们还债吗？想开点，儿子也死了，楼也卖了，你们人也中风了，但你们还有希望呀。话落，我拍了拍手，一个小腹微微凸起的女人顺从地走了进来。在找律师时，我突然想到李浩既然回老家能心安理得地找三，那说不定其实早有预兆。这2年他多次借口的出差，难不成还是真的出差吗？他要是能有这么热爱工作，也不至于把公司搞垮了。男人嘛，骨子里都是带有劣根性的，家里的再好又怎样，外面的屎都是香的。所以我又找了个私家侦探，查了查李浩。果不其然，仅仅1个星期过去，我就找到了小3、小4、小5、小6。更让我惊喜的是，其中一个还怀有身孕。前世我和李浩一直没有孩子后，就去医院给自己和他做了个全身体检。拿到报告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而李浩却患有弱精，所以这个小3肚子里揣着的孩子大概率不是李浩的。但那又怎样呢？公公婆婆现在生活没有希望，我不得给他们找个希望，好让他们继续有动力活下去吗？如果就这么轻易的报警将他们抓进牢里坐着，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所以我在找到这个小3的时候就跟他提前说好了，这2人手里有50万，他能母凭子贵坑来多少，就全靠他自己的本事了。见到这个女人微微凸起的肚子，公公婆婆瞬间瞪大了双眼，然后不可置信地看向我。我冲他们点点头，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样，这个女人是李浩养在外面的小情人，而她现在已经有了2个的身孕。你们虽然死了儿子，但还有个金孙啊。我语气隐隐约约带着鼓舞，婆婆喜极而泣，想笑，但发现自己的脸瘫了。我拍了拍她的手，妈，没事的，医生说你和爸的中风并不严重，你这几天好好养身子，到时候还得照顾你的金孙呢，可不能倒下了。我关心的话一说出口，公公婆婆看向我的眼神中隐隐带着几分感激。忙完他们的事情之后，我去给李浩销了户口，又拿了30万在学校周边买了个60平的小房子，就我一个人住着。现在每天上下班也方便，也不用顾念着2个老人，不知道活得多潇洒。偶尔午夜还是会梦到上一辈子的事，为了谈成一个单子，忍受着那个老总的咸猪手，辛辣的白酒一杯一杯的灌进自己的肚子里，满头大汗。惊醒时才庆幸是梦，自己已经重生了。我可算是明白了，只要你愿意吃苦，那就有吃不完的苦。在儿子后继有人、金孙魅力的加持下，公公婆婆不到2个星期就出院了。一开始还沉浸在儿子的死中的2人，现在也不抹眼泪了，租了个房子，强撑起身子照顾小3，将他当成祖宗一样好吃好喝的供着，要啥给啥。短短2个月，钱就花出去了小20万。我算是佩服这个3儿，能在得知2人对他的态度后，迅速利用起来捞钱。再后来，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公公一合计，金孙出生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了去了，那50万只进不出也撑不了多久。于是年过半百的他，拖着几经中风的身子开始找工作，而婆婆就在家里待着，一心一意照顾小3和他肚子里的金孙。不过公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最后托了不少关系，才勉强找到个收垃圾的工作。曾经的他可以花大几百万在拍卖行里为自己喜爱的字画一字千金，现在却要为了几毛1斤的废品斤斤计较。他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但也无可奈何。他李家几代单传，儿子已经死了，他不能再眼睁睁看着金孙受苦，只得咬起牙干。6个月后，到小3的预产期了，公公婆婆紧张地将他送进医院，我也和学校请了假过来看这出好戏。许久没见，他们的精神气好了不少，许是有了盼头。产房里不住传来小3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婆婆在一边急得团团转，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生个带爸的，生个带爸的。不知过了多久，久到仿佛过去了1个世纪，我们终于听到病房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哭泣，公公和婆婆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不住地抹着眼泪。一个护士抱着孩子出来，面带笑意，恭喜啊，是个小王子。
婆婆不可置信地掐了掐自己的脸，语气紧张。老头子，我能听错吧？我们老李家有后了。公公也开心的不行，佝偻着的背也挺了起来。是啊，耗子，他有后了。婆婆笑着哭着，这些天她受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清楚。为了安抚那个小三，顺利让她生出孙子，她伏低做小，半把年纪被折腾的不行。好在一切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她迫不及待地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慈祥地看了看自己的金孙，结果下一秒笑容就僵在了脸上。啊！她发出尖锐报鸣，眼神满是惊恐。我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好消息是个男娃，坏消息是个黑人。公公见我们俩表情都不对劲，这才发现他心心念念盼了快1年的孙子，竟然是个黑皮肤卷头发的婴儿。那个小三怀的根本就不是他儿子的孩子。婆婆想把孩子摔在地上，却被护士拦住，公公则准备冲进去讨小三要个说法，但现在已经晚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小三已经将他们老两口的钱捞得差不多了。现在这种情况，小三自然是不认的。谁知道你们祖上有没有黑人血脉？说不定只是返祖了呢。他就是你们的孙子。婆婆不听，你说什么？我要撕烂你的嘴！一时之间，病房里闹得鸡飞狗跳，护士想拦，却又拦不住。而我深藏功与名，默默离开。出医院的时候，天上的太阳正好，照得人暖洋洋的。我舒服地眯了眯眼，伸了个懒腰，朝家的方向走去，心里满是畅快。大仇已报，美好的未来还在等着我。